好，可以开啊。好，老郭穿你的外套。挺好啊。好，画面刚刚退出去了。好，稍等一会儿，他在调光。好，脖子坐正一点。哎，好 ，OK。好 ，OK， 开始了。这是1个多月前的选题，甚至一度将这个选题作为频道内容的价值转身。经过连续20多天的信息搜集和吸收，以目前我的水准，真的很难把这个内容展现好。这是一种让人觉得很难挨的感觉。最后我还是决定先把它做出来吧。我想表达2层内容，第一层是内世界大战广播剧的现象，这层也是现在被引用最多的。比如说一些营销号，甚至一些机构、媒介都一直在重演。真相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热度和某种意识的传递。可是到了第2层，忽然呈现出什么是真相，或者说真相还重要吗的疑问。该事件之后，有数不清的文献、论文都在研究为什么会造成大恐慌。他们按照大恐慌的结果，还推理出很多看似完全符合逻辑的论述。那如果大恐慌本身就是虚假的，相关的研究推理是不是又一次上演了大恐慌？这本身就是魔弹论，感觉是不是很乱？跳脱出来，第1层和第2层有着一些本质的区别，或者说是冲突，但同样有着很多的共性。比如说，媒介媒体在职业道德的方面，层面1在表述因为虚假消息让听众信以为真，给听众造成恐慌，和层面2真正的是因为媒体传播而妖魔化的大恐慌说，它们的共性都是媒介的作用。我本来准备了很多层面1和层面2作为视频结尾的阐述观点的内容，但是它们有时候显得雷同，有时候又显得互相矛盾，所以到底怎样把内容做好，表达清楚，感觉非常困难。在这个困难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在我一步一步探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获取了大量的信息。我大概看了100多个网页的资料、电子书和视频，而且绝大多数还是英文版本。我这个英文白痴真的看到绝望，即使使用了翻译器，还是有很多句子的真实意思不太明白。同样，我觉得在这个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都难以分辨清楚真或者是假，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习惯性的看重标题，乐于京剧表达，相反却少了思考。同时，在智能算法面前，根据用户喜好进行推荐，能够高效的传递信息，成为了冥冥中的趋势。可是有一些恶意消费热点的作者，在流量面前，他们可以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甚至是以某种制高点的道德批判，而这种瓜还特别受欢迎。那么这是媒体还是大众的问题？这就是鸡生蛋和蛋生鸡的玄学。如果一定要将2层内容区别来表达，最浅显的方式，层面1如果是在警示受众多一些独立思考，那层面2是不是在告诫媒介多一份职业底线？另外，整个内容其实有很多值得揣摩的地方，或者说有很多有意思的插曲，比如广播剧恐怖说气氛之下，CBS 的几个重要的附属机构，甚至为了自己的商业节目，准备先发制人，抨击威尔斯的节目，急于跟水星剧场广播剧做切割。这种切割在现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另外 FCC 处理这件事情，报业虽然想压制新起之秀广播业，但他也不想广播业被内容审查。面对这种打击，报业甚至会站在 FCC 的对立面。还有 FCC 处理种种关系，这里面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但是能处理好这件事情， FCC 做的是真心不错。这种平衡的把握是值得称赞的。再说回这件事情， CBS 公司通过这件事情，最后不仅化险为夷，还因祸得福，这本身也是有很多机缘巧合。还有一点，从学界而言，大恐慌的传言也是被学界需求所造就的。很简单，没有大恐慌的现象，甚至就不会有社会心理学家海德利·肯垂尔在1940年出版
火星入侵恐慌心理学研究。而这本书有意思的是，它本身是研究恐慌心理的方向，却顺势为传播学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本著作也为大恐慌说的传播做了学术的证据，甚至成为大恐慌说的背书。想一想，是不是很有意思？从某种程度而言，除了广播真实的造就极少部分个人的恐慌或者直接损失，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 CBS 还是合作方水星剧场，不仅没有损失，还获得了意外的关注度。报业虽然改变不了必定被广播抢走的份额，但在这一次的反击之下，也获得了不少声量。FCC 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体现，事件还演化出一大堆相关的学术研究，莫名其妙创造出了第一生产力。很早就有做视频自媒体的准备，我有一个朋友了解我这个想法，甚至第一时间打断了我，说这个东西根本没有用，大家都看短视频。我说那些我做不来。每当我自己的父母朋友在转发一些某某消息，他们还每转发给我，有些内容真心是非常恶劣。如果我能既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还可以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获得社会报酬，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之后便有了 X 元件的开始，只是目前简单的尝试，频道的反应实在是惨不忍睹。我都在犹豫是不是应该做某些别的尝试。你看，在流量和结果面前，就会出现这种不平衡。好了，希望自己坚持初心吧，能够有更多优质或者自我价值认同的内容产出。如果没有，我就做一点都市传说、猎奇故事啥的，吸吸关注度。当然，这个语言上的幽默性、互动性、包袱啥的也要加进来，谁怪没有色相可以提升呢？好的节目制作非常不易，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对视频点赞、转发。想要第一时间收到节目更新，不错过深度优质的内容，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 X 玄镜。没有找到关注按钮，你可以点击 X 玄镜头像以后进行关注。同时点击 X 玄镜头像进入我的频道，你可以查看我已经制作上传的所有节目。这里有从高考作弊到教育分层，对教育社会现象的一点点思考。安全套行业中不为人知的全球第一华人代工厂和行业的一些浅谈知识。世界大战广播剧系列中，局中局还原了美国大恐慌和背后的合谋者与捍卫者。更多内容我将逐一制作上传，首先需要你的关注、点赞和转发。你的一个小动作，支持是对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源泉。感谢。但他也不想广播业被热熔水查。很简单，没有大恐慌的表现，很简单，没有大恐慌的表现，甚至就不会有社会性。而这本书本意是研究恐慌心理学方向，却顺势为这本本意是研究恐慌心理方向的书。好了，当然是希望是